今天我们来开箱 DJI Mic Mini。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今天我们又要来开箱麦克风啦。对，没有错，在我手上这边就是 DJI 全新的 Mic Mini。大家如果有看我影片，其实我经常有开箱很多不同的麦克风哦。主要是因为是你如果是创作者啊，或者是有习惯拍片的朋友们呢，我个人认为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你今天的一个影片录得再好，你的收音如果很糟糕的话，基本上影片的价值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程度哦。换作是你如果今天的影片不怎么样，但是你收音明确清楚的话，其实你在表达你的资讯的时候还是有办法达到的哦。所以呢，麦克风在拍片的时候占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一下 DJI 全新的 Mic Mini。那它 DJI 出这个 Mic Mini 主要就是针对可能是初步的创作者，或者是你要一个非常小的麦克风的人，它专门针对出来的一个产品哦。那我们今天也会顺便呢对比一下 DJI 的 Mic 2来跟大家做个比较哦。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好，首先把产品直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哦。这次的包装呢非常 DJI， 基本上呢你从那盒子里头拿出来，它就是一个整个东西是直接包好给你的哦，包括它的保护套啊等等之类的哦。那你就把外头的包装打开以后呢，它就是直接就是一个其实品质蛮不错的一个包包啦。然后在里头打开的话，就会有它其他的麦克风的产品哦，包括这边有个是，我看一下，这个应该就是 USB-C 的充电线，然后麦克风的充电盒在这里。OK， 其实刚刚大家明显看起来呢，对比是 Mic 2的话，你看两个大小就差特别多哦。这个是 Mic Mini， 这个是 Mic 2哦。好，那在另外的包装里头，这边这个是防风罩，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直接把 Mic Mini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盒子打开，里头呢包括是2个麦克风，以及它的这个就是接收器在这里哦。其实整体的设计的概念理念呢，跟那个原本的 DJI Mic 以及 Mic 2其实是2个是差不多的，明显就是大小差异差很多哦。那我们现在赶快把一个 Mic Mini 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仔细看，它就这么小一个东西哦，跟 Mic 2来对比的话，明显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差别，基本上是大概是它的1半的大小。那厚度来讲的话更小一点，所以你如果今天是要比方说别在身上啊，你又不喜欢 Mic 2这么大的一个麦克风在这里呢，Mic Mini 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你看，真是当你放在身上的时候，感觉就有点像好像只是一个纽扣啊，或者什么一个吊饰或一个别针之类的，就没有那么明显突兀哦。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那在这次的这个 DJI Mic Mini 呢，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是，大家还记得每个 DJI Mic 它都会给你一个防风罩嘛？那 Mic Mini 也不例外。那我们先把它直接套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哦。好，它只是非常简单的，直接就是它比较像是一个卡扣的设计，不像之前的话，它这个防风罩它是要插 3.5 的那个接头把它卡住的哦。好，那在这里呢 ，Mic Mini 这次的设计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是，大家看哦，现在是 Mic Mini 装了防风罩嘛。那防风罩的，我们之前就经常抱怨说，当你比方说 DJI Mic 2装了防风罩以后，就放不回充电盒。这次不一样哦，防风罩在上头，我还是一样可以直接把它放回充电盒里头，并且盖起来。DJI 啊，你终于这次把这个最大的问题解决掉了，给你拍拍手。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你通常要带这个 Mic 2出去呢，你防风罩还得另外放一个袋子里头，其实是蛮有点本末倒置。你现在的话，直接防风罩放在上头，你就可以直接拿着整盒就可以出去了，不需要再另外装个另外包包怎样。我觉得这一点呢，DJI 真的给你加分不少哦。
好，那在其他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接收器的设计呢也有所不一样哦。那跟 Mic 2的接收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明显一方面是大小的差别，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 ，Mic 2上头其实是有萤幕的，这次的 Mic Mini 上头呢是没有萤幕，它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转动的那个设定哦。那这个主要就是针对你的麦克风的收音有没有加大它的收音或减少它的收音而已哦。那其他的设计部分呢，我们把后头的这个小盖子拿开，其实概念是一样的，一样也是可以接，比方说你的这里呢有跟一个USB-C 的转接头在这里哦，可以直接把它套上去就可以哦。那这次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 iPhone 已经不再用 Lightning 接头，所以呢，它的包装里头竟然没有跟 Lightning 的这个转接头哦，只有跟一个 USB-C 哦。对，你看这里头就没有跟 Lightning 的，应该是要另外买。它这里原本是有留一个空间给它放的，但是明显它没有跟来哦。好。那盒子里头基本上就是2个麦克风，一个接收器。那这次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是呢，你在DJI 的其他的产品上头，比方说你如果今天是有个 Action 5的话，你是不需要接这个外接接收器的，你可以直接用蓝牙就可以把它连起来咯。这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你如果不是 DJI 本身的产品的话，你就可以经过这个接收器来做使用哦。那它也可以使用3.5。只不过我看一下哦，对，3.5线在这里头，它也有跟哦。在测试麦克风的那个收音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设定界面哦。因为它这次的这个接收器呢，上头没有像之前的 Mic 2有一个触控的萤幕的关系呢，所以呢，你的多数的设定是要经过 iPhone 的。那这个本身的 Mic Mini 呢，里头它有一个消音功能，就是消噪音啊，比方说背景环境音等之类的。那它上头这个功能要开启呢，其实你直接可以在它的这个小麦克风上头的这个电源按钮呢，你按一下，那它在另外一边呢，就有个 LED 灯会起来。黄色的 LED 灯代表它的抗噪模式呢是比较强的。那没有 LED 灯的时候，表示就是正常哦。那同样的，你也可以直接在它的 App 里头设定。那在另外一个功能是，你也可以设定是左右声道或者单一声道收音哦。当你如果是设 Mono， 也就是单一声道收音的时候，它下头有个功能叫做 Safety Track， 也就是也算是就是安全声道。这个安全声道定义就是它今天会把主要的收音，比方说放在右声道，那左声道呢，它就会以降低的收音模式来避免你右声道爆音的时候呢，你们没办法使用。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左声道因为有降低它的收音的关系，所以呢，当你右声道爆音，你的左声道就会变成一个备用声道，避免说你在收音的时候，收音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效果。好，那在另外一部分下面还有个 low cut。low cut 的意思就是基本上把一些比较低的音呢把它切掉，比方说你背后的电风扇声音啊，就呜呜，或者是冰箱那种呜呜的声音的话，你今天把它打开的话，也可以把它关掉，也可以把它降低哦。那 auto off 就是它自动到一个一定时间它就自动这个关机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Auto On Off with Camera。今天比方说你的手机是跟它接在一起的，你手机如果今天录影的部分你没有在用了，它自动关掉了，麦克风会跟着一起关起来哦。好了，基本上呢设定的部分呢就是这一些了。主要也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触控没有关系，所以呢你就必须经过手机来做这件事情哦。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麦克风接好来收音，给大家听听看它的收音效果。好，首先我们先来测试的部分呢，就是在车上的时候，我们今天后面呢是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冷气的声音哦。我们现在呢的这个测试的是 DJI Mic 2的收音，这一段呢是 DJI Mic 2的收音。好，那再下来呢这一段呢是 DJI Mic Mini 的收音，目前呢什么降噪功能啊全部都是关掉的，是没有的。那这一段呢是 DJI Mic Mini 的收音。好，那再来呢我们把 DJI Mic Mini的抗噪模式，就是强的抗噪模式打开。好，再下来呢就是 DJI Mic Mini 的比较强一点的抗噪模式的收音打开了，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是这一段比较强一点的抗噪模式打开了哈。那我们再来把它关掉。好，现在我们又回到 DJI Mic Mini 是那个抗噪模式
把它关掉的部分哦，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个收音的效果如何呢？好，再来呢，我们现在呢到了户外一个公园哦，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站在外头的一个公园哦。那目前呢这一段的收音哦是 DJI 的 Mic 2，目前这一段的收音呢是 DJI 的 Mic 2。好，再来呢我们就是 DJI Mic Mini 的收音哦，这一段呢是 DJI Mic Mini 的收音。那同样的，我们也把它的抗噪模式打开。好，再来，现在这一段呢是 DJI Mic Mini 抗噪模式打开了，这是抗噪模式打开了。再马上把它换回去给大家听一下，这个现在是抗噪模式关掉的收音。好，再来这一段呢，我们来测试一下，是我们在走动的时候呢，它的收音的状况如何哦。首先呢，这一段呢是 DJI 的 Mic 2，这一段呢是 DJI 的 Mic 2。好，再来呢，我们这一段是 DJI Mic Mini， 再来呢这一段呢，我们是 DJI Mic Mini。再下来这一段呢是 DJI Mic Mini 的抗噪模式打开了，再下来这一段呢是 DJI Mic Mini 的抗噪模式打开了。好啦，以上就是这次的非常简单的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全新的 DJI Mic Mini。不知道大家听了它的收音的这个效果以后感觉是怎么样？我个人认为呢 ，DJI Mic Mini 的这个应该算是价位点呢还算不错，这一套呢目前现在在美国这里是卖160块钱美金哦，两个麦克风对起来，价位其实还算不错。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品牌类似的产品在外头，比方说我们之前有开箱过一个 Hollyland 的麦克风哦，其实也是类似的状况。价位来讲也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它不是 DJI 的产品。这种东西有些时候呢，你就要看自己是觉得说你是比较喜欢哪一个品牌的东西哦。那我个人认为呢，跟对比之前的 Hollyland 的这个麦克风来讲呢 ，DJI Mic Mini 呢这次呢，效果是比较好。那你如果要去对比 Mic 2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功能来讲呢，还是差了一点点。Mic 2主要是针对比较是偏专业性或者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收音所使用的麦克风，比方说它支援内建的备份音档啊，以及还有它也支援32位元的收音哦，以避免经常爆音的状况哦。因为这样的关系，在 Mic Mini 上头呢，你的要控制爆音的状况，它就比较偏向于是用抗噪的功能来做这件事情哦。同样的呢，在本身麦克风上头也没有备用音档哦，所以你今天如果爆音或者中间的讯号断掉的情况下，在 Mic Mini 上头呢，你可能收音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了。那当然啊，一分钱一分货嘛 ，DJI Mic 2的一整套买起来其实基本上是2倍的价钱哦。所以在平常你可能是，比方说你是用手机拍照，拍影片啊，或者是比较拍简短影片，你只需要一个好用的无线麦克风的话，其实 DJI Mic Mini 就非常符合这种状况哦。所以呢，在这一点呢，我觉得如果是你有这样子需求的朋友们呢 ，DJI Mic Mini 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哦。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上礼拜呢，在台北哇，热得半死。现在回到了洛杉矶这边呢，真的是天气哦，真的是舒服太多了。大家一看，真是万里无云，但是也不热。这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洛杉矶的天气呢这么受大家喜欢哦。